关注投资理财的朋友，常常在年轻时就会为自己退休之后的财务状况做打算。在新加坡就有这样一个相关的制度，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简称 CPF。其实 CPF 不仅仅是退休金这么简单。今天就请听我细细道来，相信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你会对 CPF 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CPF 由新加坡公积金管理局管理，它的范围和利益包括了退休、保健、居者有其屋、家庭保障和资产增值。所以如果我们把 CPF 仅仅定义为退休金，就有些狭隘了。在公民和永久居民55岁前， CPF 由3个户头组成，分别是普通户头，用于住房、保险和投资；保健储蓄户头，用于住院开支和获批准的医疗保险；还有特别户头，用于老年和退休相关的金融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在退休之前，特别户头的钱是只进不出的，普通户头和保健储蓄户头的钱，会员在有需要时可以提取。当公民和永久居民满55岁时， CPF 会设立退休户头，并从普通户头和特别户头中拨出部分公积金储蓄存入该退休户头，形成退休存款。当钱进入退休户头之后，到退休之前都不可以被取出。CPF 由公积金会员及其雇主和政府3方共同缴纳，以月薪6000新币封顶。当会员在55岁以下，本人需要缴纳月薪的 20%， 雇主需要缴纳月薪的 17%， 一共相当于月薪的 37%， 直接按照比例分别存入 CPF 的普通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特别户头。年龄超过55岁的会员，个人和雇主会按照较低的比例缴纳。根据新加坡的法律，公民和永久居民，无论是全职、兼职、临时工还是合同工，就算在试用期，雇主也必须按照规定交纳 CPF。 另外，新加坡的 CPF 和中国的五险一金有一个不同点是，在中国，只有个人缴纳的部分才会进入个人账户，雇主缴纳的部分则会进入社会统筹。而在新加坡，无论是个人缴纳还是雇主缴纳，都直接进入公积金会员个人的3个户头中。公积金缴纳的第3方就是政府，政府贡献的是利率，其中普通户头的年化收益率有 2.5%， 特别户头和保健储蓄户头以及55岁之后的退休户头的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 4%。而且政府还会为会员公积金总存额的首6万新币支付额外利息，最高可以达到 6%。 也许在中国国内有些网友会觉得这样的利率非常的低，毕竟国内某些理财产品轻松就能达到 5%甚至 8% 以上的年化收益率。但是要知道，新加坡是个低利率国家，不仅存款利率低，如果把钱直接存进银行，可能1年 1% 的利息都拿不到。而且贷款利率也不高，例如房屋贷款，近几年的利率都徘徊在每年 1% 到 2% 之间。而 CPF 的收益作为无风险利率，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政府允许每年个人和雇主总共交纳最多37740新币到公积金账户，如果没有交满这个金额，个人可以选择使用现金来填补特别户头。其实有部分的人会选择这样做，除了因为在新加坡很难找到年化超过 4% 的无风险收益产品，还因为这样做可以享有额外的税务扣除。CPF 的另外一个灵活性，就是会员可以在55岁前选择把普通户头的储蓄转入特别户头，以增加存款金额。经过复利效应，特别户头中的金额会比普通户头在20年后多增加1倍。新加坡政府是把 CPF 账户里钱拿来投资，来实现上述的收益。具体的操作是新加坡财政部将这些资金划入 GIC 进行投资管理。GIC 全称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它和淡马锡都是属于新加坡财政部，但是和淡马锡投资股权的形式不一样。GIC 的投资组合大部分都是高质量的债券，
这也更贴合中央公积金需要比较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诉求。根据 GIC 最新的年度报告， GIC 投资的20年期、10年期和5年期的债券年回报率都是大于或者大致持平于所需要付给 CPF 的利率回报的，实现了小额度的盈利，即使是在新冠的冲击下也没有出现亏损。目前新加坡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84.9岁，他们在退休后的几十年里是怎样受益于 CPF 的呢？根据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1958年之后出生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年满65岁前的6个月，在退休户头中存有至少6万新币，就会被纳入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从65岁起可以每月领取入息。根据每个人退休户头里余额的不同，每个月领取的入息也大不相同。一般来说，公积金会员会根据每个月计划获得的入息，在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留下相应的余额，把超过部分的储蓄提取出来。但是如果没有急用，公积金管理局也建议会员们将储蓄留在公积金户头里继续赚取利息，随时需要随时提取，提取的次数也不受限制。值得一提的是，在公积金账户中的存款，除了可以获得无风险收益以外，具备理财知识和能够承受一定风险的会员，还可以通过公积金投资计划购买200多种经核准的金融产品，来进一步的提高储蓄。通过今天的影片，我们了解到，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和中国大陆的五险一金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大陆的五险一金除了个人缴纳的部分会进入个人账户以外，公司缴纳的部分则会进入社会统筹账户。而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无论是个人还是雇主缴纳的部分，都会进入个人的账户。它更像是一种强制储蓄，让会员把每个月收入的一部分放入自己的账户来进行理财。第二，新加坡的公积金被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拿去投资债券，投资的收益都会被披露，是比较公开透明的。中国大陆的社保基金也被拿去投资，但是目前我没有找到投资标的和收益的信息，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有能找到相关的数据，所以如果哪位观众知道相关的数据来源，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第三，新加坡的 CPF 会员可以把普通户头的余额转到特别户头，获得更高的收益，也可以通过公积金投资计划进行风险投资，在退休时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退休计划，所以是一种比较灵活的退休财务制度。第四，新加坡的 CPF 余额可以被子女继承。我看到一则新闻，有些年轻人的 CPF 账户里竟然有超过50万新币，甚至有个别会员有超过100万新币的余额，显然他们是继承了父母的公积金账户的余额。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被认为是亚洲养老制度的典范，但是也有不少新加坡本地人对这个公积金制度提出批评，认为是国家在强制管理自己的财产。而且就像我之前的影片中介绍，新加坡算不上一个高福利的国家，政府一直本着不养闲人的政策，鼓励国民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它的养老政策和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相比，不存在大量的政府补贴。你是怎样看待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呢？和中国的社保制度以及欧洲的养老制度相比，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接下来我还会用几期视频来介绍新加坡经济生活的不同方面。如果你对此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屏幕右上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挺有意思的，就请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